呆萌可爱的阔鱼可以在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弄错了，他是买不起房子的那个。2年06个月前，昆商喜欢上了养阔鱼，阔鱼也叫鼻涕虫，身子圆圆的，上面好像有一层粘液，头上有几个触角，像是一个没有壳的蜗牛，身上有黑色的花纹，就叫它们小黑吧。要想养阔鱼，首先得有阔鱼。那么这玩意儿去哪里弄呢？阔鱼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，一般会在夜晚和雨天外出进行活动。昆商制作了一个捕捉小黑的装置，拿一个塑料盒，里面放上水，左边放一碗猫粮，右边放一盒水。这么做可以防止猫粮被蚂蚁吃掉。把这个装置放在角落没人的地方，完犊子，这下整尴尬了。小黑没抓到一只大橘，看来这只大橘经常在这一片活动，让它先吃饱，如果走近了，戒备心很强的大橘就会跑掉。不过多亏了大橘，最近周围的老鼠都变少了。到了晚上，主角出现了，还好大橘没有吃干净，剩下的猫粮香味吸引了一些小黑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越来越多，你们这是饿了多久了？怎么都跑来吃宵夜了？在走路的时候，它们的身子可以拉伸得很长。那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养它们倒是非常容易，不过注意一点，小黑喜欢潮湿的环境，太干很快就会脱水芭比 Q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饲养盒和一包干水苔，把水苔放到饲养盒里，加水泡一下，让水苔充分吸收水分，水也不能太多，太多容易滋生细菌，太少就会变干。掌握合适的火候非常重要，把水倒出，然后把水苔均匀地铺在底部，准备一个小塑料盒，当做小黑们的喂食器。在接触它们的时候最好洗手，或者戴上手套，避免伤害它们。那它们吃什么呢？大部分蔬菜它们都喜欢吃，昆商这次给它们的是胡萝卜和菜叶。它们行动非常缓慢，吃东西也是一样，看它吃东西能把人急死。小黑又没有房子，而且颜值还很低。那么昆商想做一个实验，给小黑增加一些颜值，用一圈盐把小黑围起来。几分钟后，小黑开始转弯，加快视频速度，可以看到小黑在围着盐转圈。他可能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东西。小黑很困惑，他有很清晰的自我认知，颜值并没有什么卵用，长得帅也不能当饭吃。半个月后，水苔里出现了一堆白色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小黑产卵了。他坐在鸡蛋的旁边，好像在保护蛋不被别人吃掉一样。量一下小黑的大小，只有3厘米左右。小黑好像变小了，而且这么小的小黑居然可以产下这么多的蛋。没有房子，没有颜值，也没有女朋友，是怎么生的孩子呢？原来小黑是雌雄同体，单身一人也可以生孩子。不过他自己跟自己是没办法嘿的，还是得找另外一个小黑，只要开始产卵就可以无限繁殖了。1个月后，蛋里还是没什么动静，昆商有点坐不住了，把小黑的蛋拿出来。好家伙，这有一只小黑正在破壳而出，小小的一只，皮肤有点粉嫩的颜色。这里还有一个蛋，把它单独拿出来，里面好像有一只小黑在动，那2个小黑点就是它的眼睛了。刚出生的小黑眼睛是黑色的，尾巴有点浅蓝色。那么小黑有没有朋友呢？把小黑拿给螳螂，螳螂好像对小黑并不感兴趣。在触碰到小黑身上的粘液时，螳螂一脸嫌弃，就算是把小黑放在螳螂跟前，他也是漠不关心。昆商接着把目光投向了小蚂蚁们，把小黑放到蚂蚁窝里。小蚂蚁们闻到了气味，派出了大量的蚂蚁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被蚂蚁包围了，不过看着小黑头上伸出了触角，看起来小黑问题不大，身上粘液的防御力非常高，大部分蚂蚁对小黑造成不了什么伤害。把小黑拿走，反而看到很多小蚂蚁被小黑的粘液困住，有一些已经芭比 Q 了。看来小黑并没有昆商想象的那么脆弱，粘液很好的保护了自己。好了，本期阔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巧克力娃娃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，不过可不是这个巧克力娃娃，这个巧克力娃娃不能吃，
是一种迷你的小河豚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从隔壁王大爷家抓了一只苹果螺，又能啃枣又好看，橘色的身子背着一个半透明的壳，非常可爱。虽然是雌雄同体的，但是一只是不能生小螺的，需要再多抓2只才行。2个月后，鱼缸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，一堆黄黄的颗粒被透明的东西包裹着，原来是苹果螺生的宝宝。昆桑非常开心，这下可以拥有很多苹果螺了。半年后，缸里的苹果螺从2只变成了200只。缸里是没藻了，可是每天喂它们也需要很多的饲料，虽然挺可爱的，不过昆桑感觉缸里已经看不到其他东西了，满满一缸苹果螺。取一些大的放到锅里，加入液水煮熟，味道鲜美，就是吃起来有点麻烦，只是吃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昆桑查到有种鱼专门吃螺，那就是巧克力娃娃。昆桑果断在网上买了几只，原产于印度，小小的一只，却胖嘟嘟的，身上有黑色的斑点，就叫它小黑吧。这么小的小黑能吃得下苹果螺吗？把一只小苹果螺和一只小黑单独放一起，看看它会吃苹果螺吗？小黑马上对苹果螺产生了兴趣，围着苹果螺转起圈来，上去就是一口，鸡肉味，嘎嘣脆，好家伙，这可一口就咬坏了。过了没多长时间，缸里就出现了一堆白花花的螺壳。1年后，缸里的苹果螺也已经绝迹，不过小黑们也没了吃的东西。昆桑又重新养起了苹果螺。昆桑每天喂它们的是这种红线虫，小黑们都已经成年了。昆桑找了一个鱼缸，专门繁殖小黑，里面放一个水妖精就可以。养水半个月后，缸里出现了一些微生物，这些可以作为小黑们的食物。为了让小黑们有躲避的空间，昆桑放了一些毛线在缸里，然后放入成堆的小黑。看到毛线，小黑们很困惑，不知道昆桑在搞什么毛线。不过他们很快游走，藏在了毛线下面。小黑们只喜欢吃活食，所以这些红线虫成了完美的食物，和吃面条一样，一根很快就吃完了。几天后，小黑们一个个都吃得胖嘟嘟的，他们追逐打闹，好像在调情。昆桑检查了一下，毛线上并没有卵的迹象。8天后，昆桑每天都喂小黑们吃红线虫。在检查毛线的时候，昆桑发现了惊喜，卵出现了。昆桑用吸管把它们单独取出来，卵是半透明的，里面好像可以看到有东西在动。这些卵很快就会变成小鱼。野生环境的小黑们会把卵产在河床上，不过它们天生不会做父母，有的小黑甚至不知道这些卵是它们生的。为了卵的成功孵化，昆桑把成年小黑全部捞了出来。10天后，小黑孵化出来，有的还没有孵化，只有一条尾巴从卵里挤了出来。它们非常小，只有笔尖大小，身子半透明的，更像一只小丑鱼。一开始还不需要吃东西，因为它们还有卵黄囊，而且它们太小了，嘴也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所以水妖精提前培养的微生物可以给它们作为补充的食物，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受欢迎。这种小涡虫对于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不过它们都在玻璃上面，一时半会还到不了鱼缸底部。16天后，更多的小黑孵化了出来，所有的小黑都长大了，身子也变黑了，是时候给它们第一顿饭了，那就是万能的丰年虾。只要从卵里孵化出来，就可以成为小鱼完美的开口食物。它们游泳是跳来跳去的，这可以刺激小黑们进食的欲望。很快，小黑的肚子里吃进了满满的丰年虾。在它们成长的前半段，每天都要吃很多丰年虾。23天后，小黑们长得非常快，吃起丰年虾来也是一口一个。很快，它们就会变得和父母一样，所有的涡虫也都消失了。这可能都是小黑们干的。小黑们1个月大了，他们已经从幼儿园毕业了。不过，他们要经历最后的考验，那就是红线虫。这可比丰年虾大多了。他们会顺利过关吗？一开始，小黑们都不怎么敢吃这玩意儿。几分钟后，一只勇敢的小黑咬了一口，看到它的动作，更多小黑跟着学了起来。他们也成功的进入了鱼生的下一个阶段，放在水族馆里进行出售。好了，本期巧克力娃娃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